那就将它赢下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下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啊，诺文哥你来啦！大姐，你的 A 级朋友来了。哎，诺文，进来进来。燕燕呢？你这么不关门就跑进房了你？你妹妹说我是 A 级朋友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整天只会胡说八道。不要管她，进来进厨房。你买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买了菜跟鱼。哦。哎，方医生，你来啦？玲玲，我什么事啊？我我是想跟你说，以后叫我诺文好了。叫惯了方医生，一时间改不了口啊。她以后会天天来吃饭的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真的啊？但是你不收我的伙食费，我怕我越吃越不好意思，所以就买了一些菜啊、鱼啊回来。哇，方医生啊，不是，诺文，你也会买菜的啊？我有个朋友啊，在泰州港开有机农场，我休假的时候会到那边帮忙，还顺便带一些菜回来。这些菜都是有机蔬菜来的。什么是有机蔬菜？那有机农场呢，他们种的菜不用化学肥料，也不喷农药，完全在天然环境下长大，所以呢，所以什么啊？所以跟一般菜比起来，卖相没那么好，不过很香甜。是吗？那好啊，今天我们可要试试看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晚餐让我来煮好吗？好，当然好。哦，那好啊，今天我又可以休息了。那你忙你的。好啊，说得很流利。真的啊？嗯。三姐啊，出去呀？是啊，干嘛？我也要出去，可以借我你的口红用吗？当然可以啦。来，拿去吧。谢谢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出去喽。跟谁出去啊？你是不是找到小新了？小新现在在哪里啊？四姐，哼。小心你的口红啊！哦，晶晶，你还没回答我啊？回答你什么？我问你啊，是不是找到小新了？没有啦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那你是跟谁出去啊？跟阿明哥咯，他约我出去吃饭。跟鸡王出去吃饭，何必涂口红呢？他可以带你去什么地方吃啊？顶多不是咖啡店吃沙爹炒粿条。那你又涂到那么红。我不一样，我今晚去高级西餐厅吃饭。跟谁？当然是跟男人啦，没人请啊，我才不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。三姐，你交男朋友啦？当然不是啦，连 SPA 台都不算啦，是他自己送上门说要请我吃饭的，我也乐得奉陪。你们知道吗？那间西餐厅啊，一颗牛排150块。哇，那他一定很有钱喽。有钱才怪啊！我看啦，他只是低级货色，只不过是打肿脸皮充胖子的那种。那你喜欢他吗？那既然这样，你干嘛跟人家去吃饭啊？小姐啊，吃饭一嘛，吃完饭拍拍屁股，sayonara，什么损失都没有。那也用不着吃到150块钱的牛排，这样他很可怜的。哎呀，不吃那个150块的牛排呢，我肚子更可怜啦。不跟你们多说了，
拜拜。四姐啊，你以后不要告诉别人小新的事了。我知道了，小新也那么说。那他约你在哪里啊？荷兰村的巷尾楼梯口。那你快去见他吧。哦，柔柔问你啊，我这样穿漂亮吗？很漂亮啊！我相信你以后当演员一定会红的。怎么会红？我看他们只要我当个小小的凯莱菲而已。你以为像范文芳啊？不过啊，我可以演戏，我就很开心了。一定是找三姐的。Hello， 是，她在，你等等啊。四姐，电视台的监制找你。哦 ，Hello， 监制你好。星系千层糕啊，是不是9层糕的续集？我很喜欢看9层糕嘞。哈？哦，知道了。拜拜。四姐，怎么了？监制跟我说，他说你不适合拍他的戏啊。不是，他要我在星系千层糕演第2女主角。哇，第2女主角啊！还要我明天去电视台拿剧本。柔柔啊，这次惨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为什么你要叫惨？我怎么演主角呢？我只要演个小小的凯莱菲就好了，我不行的。四姐啊，你先不要紧张了，待会你去找小新商量一下喽。快走吧。哦，柔柔啊，你帮我跟大姐说。知道了，快走吧。晶晶，你也要出去啊？我跟柔柔说了，不用等我吃饭了。那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跟阿明哥出去喽。大姐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阿明是不是来接你啊？哦，那你等他来了，你才下去喽。大姐，不如我陪四姐到楼下去等吧。对啊，他说在楼下接我的。不用了，等他来到楼下看不到你，他自然就会打电话上来吗？等他打电话上来，你才下去也不迟吗？啊？柔柔啊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这就是又有营养又不致胖的一餐。哇，很香哎，又这么美，想不到你这个医生还进得了厨房哦。我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是临时抱佛脚，我买了一本食谱。你手脚这么利落，不像嘞。我在家里练习过的。这本食谱里面呢，有很多既有营养又不油腻的菜啊，以后我煮给你吃啊。好。要死了，诺文他对我这么好，我这几天呢还破了戒。哎呀，真的是太对不起他了。今晚我是班门弄斧，这鱼的味道可能不太好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哎，看起来样子好像还不错哦。吃吧。味道好像淡了一点。方医生啊，看病你可能还行，不过讲到煮东西，你可要多多努力呢。诺文是专门煮给大姐吃的，不可以太咸，也不可以太油腻。是哦，有的吃就吃吧，这么挑剔。吃饭的人永远有挑剔的权利。哎，方医生，你讲出这句话是最对了。提出批评就是我们吃饭人的权利，有批评才会进步嘛。那看哪一天呢？你进厨房煮一餐给我们吃，让我们批评啊。哎呀，接下来的日子我哪里有时间进入厨房啊？我还要忙着接见选民，还要到国会啊去发表演讲呢。哎呀，你想到就说，也不怕方医生笑。哦，不会，其实敢出来竞选，这种精神我很佩服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你不住在我们这区，要不然我又多一张票了。今天啊，阿明还没有打电话来吗？还没有。那你去打电话给他。不用了。
那你就慢慢等吧，一边吃一边等。好吃啊！是啊。很好吃。听说这里的神户牛排非常著名的，我想试一试。那好吧，来2克神户牛排，要红酒吗好啊， ？OK。还蛮大方的嘛。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共进晚餐。虽然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但是碰面的机会并不多。好几次啊，我在大堂里想等你一起吃午餐，可是都没看到你。哦，我工作太忙了，有时候我叫同事帮我买3文治什么的，就这样子解决午餐了。啊，哎，我们投资部最近新来了一位女副总裁，跟你长得很像，我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你呢。这个女人我也见过，她叫Sammy Ho，从加拿大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听说是猎人头公司高薪挖角过来的。公司光给她认股权就是3年30万股，以我们现在银行市值来算，就是360万，这还不包括薪水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有机会看到一些属于公司内部的机密文件。哦，也难怪了，你可是公司的高级人员嘛。其实我觉得新加坡就是太盲目相信外来人才了，以为喝过洋墨水的就一定是好的。照我看，倒不见得。像Sammy Ho那种职位，我看很多人都能胜任。包括你吗？嗯，我绝对有这样的信心。问题是，我的出身不像Sammy Ho那么好。他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，而我呢，只是普通大学，在这里根本不被承认。要不是我力争上游，争取了几张 MBA 文凭，恐怕连在山顿道上班的机会都没有。慢慢来吧，等久就有。什么意思？啊，意思就是机会一定会来，不过你一定要耐心等待。这个我倒不是很担心，因为有本事的人是不怕碰不到机会的。是啊，臭美。不过机遇也是很重要，要能碰到赏识你的伯乐才可以啊。OK。虽然我跟Sammy Ho长得很像，但是我却不是他，要不然我一定会重用你的。也许将来我们有机会合作，那也说不一定哦。来 ，Cheers。好，你就等着这一天。Cheers。跟我合作，你行吗？真是马不知脸长。来，错了10块5毛。好了，不要叫了，我还不相信你吗？喂，你以后发现生意做得那么好，钱却赚了那么少的时候，千万别怪我啊！哦，你什么时候学那么伶牙俐嘴啊？这是向你学的吗？那你就说我，套你们这边的话，就说我很八婆了。是我错的。好，这饺子啊，本来是要给你吃，现在没收，让你去饿肚子。喂，你太狠心了吧！我饿到双腿发软了。现在知道老娘厉害了吧？哦，好，小子错了，对不起。什么小子？你是老娘，我就是小子喽。啊，亏你想得出来，那拿去吃吧。那酸辣汤。怎么有话要说啊？我觉得你很有味道。当然有味道了，满身的油烟味啊！不是那个味道，而是那种很吸引人、很迷人的味道。啊，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了啊！
这么讨女孩子喜欢，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围着你团团转了。我只是对你一个这样说的哦。好了好了，不是赏你一碗酸辣汤了吗？怎么也有话要说啊？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了？这样，你还跟他住在一起？他是不是你那个出国后就没再回来的男朋友啊？是啊。你能不能离开他？不提这个了。小魏，他对你不是真心的，要不然他为什么出国后就不理你，回来又不跟你结婚？你觉得这汤怎么样？我加了点。你不要逃避了啦。我没有逃避，我只是不想你介入我跟他之间的事情，你明白吗？你不爱我吗？算了，你不用回答，我就当你爱我，免得伤心。是你，你这个害人精，终于给我找到你了！快叫警察！这个女人骗了我的钱呐！你放手啊！把我的钱还给我啊！那是我的老本呐！这个女人的嘴巴很厉害的，你千万不要上当啊！哇，喂喂，不要跑！哇，喂，不要跑！大哥，你不要追她！对啊！没事没事，那个女人呢？跑掉了。我的钱，那是我的公积金啊，那是我的老本呐！老伯，你是不是认错人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怎么会跑过来问我要钱呢？是你，就是你！我死都认了你这个大陆妹，你偏说要跟我结婚，还拿了我几千块。老伯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，我怎么可能是要跟你结婚呢？你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60多了吧？你走我阿公都可以。如果我说我要嫁给你，你也不相信呢，是不是？老伯，如果你肚子饿要吃东西呢，你就跟我讲，我请你吃一顿饺子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你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骗的，懂不懂？再说我还没有嫁人呢，我男朋友在这边呢。你这样一闹，说不定我男朋友都要跟我闹分手。对啊，老婆，你走吧，别再说了。走吧，看年纪大了，我们不跟你计较，要不然真的会打电话报警抓你的。走啦，以后不可以用这种手段的。老伯，人家在这里正正当当做生意，怎么会骗你的钱呢？我看你是认错人了。是不是你眼睛花，乱讲话会害死人的？对呀，老伯，我看你还是是你，是你！那么老哪里会嫁给一个那么美女？我帮你洗吧。不用了，你回去吧。还早吗？瑶瑶，你是相信我，还是相信那个老头？当然是相信你啊。你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老是叫我回去？瑶瑶，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虽然你一直跟自己讲要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可是你明明知道他说的都是真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也活该。他不会想想，自己已经几岁了，还想跟一个可以当自己孙女的女孩结婚，活该他被骗。你真的这么想吗？那如果有一天你当警察，您会不会招我？那你就是不尽忠职守了。那我就当坏警察。傻。傻瓜。
我记得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：人类因梦想而伟大。所以，我到了新加坡之后，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一定要做一番大事业。哇，你这个梦想的确很伟大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不是因为你做不到，而是因为你的顾虑太多了。所以，如果一个人要成功的话，就一定不能有太多的顾虑，缩头缩尾。没错没错，要不然机会溜走就再也不回头了。哎，对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突然间想起我有点小事，我得先走了。谢谢你的晚餐，拜拜。哎，要不要我送你？它才是我要追求的梦想。小心。晶晶。嗨，你不认识我啊？我是经济的三姐燕燕。我还认得你，你打过我一巴掌，还叫警察来捉我。那是一场误会，我以为你是坏人，对我妹妹不怀好意。为了保护我妹妹，我才这样子做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打你，也不会报警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不如我请你喝咖啡怎么样？你吃过晚餐了没有？这么晚了还没吃晚餐啊？你今天身上没有钱，没有关系，我请你吃。不用了。哎，别走，是晶晶叫我来找你的，她有话跟你说。多少钱啊？3块。谢谢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记下欠你的钱。不用了吧，只是3块钱，不需要记得那么清楚的。要的记下来以后就不会忘记。你是不是怕又失去记忆啊？对啊，人脑的结构太复杂了，你可能失去所有的记忆。也可能失去部分的记忆。你真的把以前的事情全都忘了吗？通通都记不起来了。比如说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亲人。你不是说晶晶叫你来找我吗？是啊，不过我想你肚子也该饿了，先吃了再说吧。没关系，你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晶晶把你的事全都告诉了我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在误会你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真心还是假意？你不是说我在欺骗晶晶吗？如果你真的存心想欺骗晶晶的话，你不用等到现在还不下手。你没有欺骗她钱，你没有占她便宜，所以我想我应该相信你啊。谢谢。我真的很希望能帮到你，所以晶晶叫我来找你，看看你需要什么帮助。你已经借钱给我吃饭了，我很感激你。不要这么说，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吗？或者你需要钱吗？不需要。你真的不用跟我客气的，我真的很想帮你。我真的不需要。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见到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见我呢？因为我是关心你的啊。你知道警察在找我，我可能是个罪犯，也可能是个非法移民。难道你不怕我吗？我不怕啊。因为我看得出你这个人很善良，即使你真的是非法移民的话，我会尽我一切能力帮助你、保护你的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没有什么目的啊，我是真的关心你的。这个人好厉害，我不能操之过急。河粉是不是太干了啊？帮你买一瓶水好吗？谢谢。好了，我就不相信你能跑出我手掌心。
远洋，我们来比赛，比什么？比单脚跳。单脚跳？对喽，看谁跳得快。好啊。你一定输给我的。哎，你别忘记哦，我可是运动高手哦。那又怎样？输的呢要被打3下。好啊，放马过来吧。1、2、3，开始。输了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？OK， 知道了。我小时候没有家人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寂寞的时候呢，就一个人玩单脚跳。我住的地方啊，有一大片的草地，我就在草地上跳来跳去，像只青蛙一样。那段日子很寂寞。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，我就在想，有一天。我能不能跳出那片草地，跳出那个不快乐的童年？结果，我真的四处跳，跳出了孤儿院，跳出了学校和工厂，跳出了乡村和城镇，最后，我跳到了这里，遇到一个傻蛋，说要跟我玩单脚跳，结果又输给了我。不过，那个傻蛋对我很好。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，遇到一些男人，他们常常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女人，好像我们来到这边，不是嫁人就是出卖色相来捞钱一样。那些家伙，有的请我吃了一盘鸡饭，就要说带我去牙楼休息休息。有的给了我20块钱，就要跟我做那些恶心的事情，还有一些7老8十的，还想跟我洞房。那些男人呢，太可恶了。反正是他们先对我有企图的，我骗他们一点钱来花花，那有什么不可以？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内疚的，而且骗了一个又一个。有一段时间，我还在想，我就这样混下去。说不定2、3年之后，我就可以带20、30万回去。可是后来，我遇到了你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地方男人也是有好的。如果我连你这个傻蛋都骗的话，那我就不算是人了。是你让我转了个弯，往回走，谢谢你。3下的，先打1下，还有2下欠着。回去啦，回去。喂。回去啦。再见。小慧。
事吧？没事。哦。阿良，我想把饺子摊的生意结束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哦，那边生意现在不是很景气，我想换个地点试试看。我没意见。还有，我想我们不要住在这边了。反正现在租屋市场不是很好啊，像我们现在交的租金，在外面可以租到更好的房子。你能不能看着我说几句话？你说的，我不都已经答应了吗？我又结束生意，又要搬家，你难道不会觉得奇怪吗？你不都已经讲了原因了吗？一边是生意普通，一边是可以租到更好的房子。好，没事了。小新，我真希望自己是魔术师。魔术怎么写啊？魔……喂，你怎么啦？我一进门你就那么紧张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秘密啊？不是啦，我在写日记而已。哇，什么时候学人家写日记，那么有文化？我如果要去拍戏，一定要会读剧本啊，最好也会写一点点字，这样才不会那么笨嘛。现在才用功，会不会太迟了？想到就去做，永远都不会迟。是谁教你这句话的啊？是不是小新？小新还说，喂，你还敢提小新啊？你明明找到他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三姐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不像你那么笨啊！难道你要瞒我一辈子吗？不是啊，我不是想瞒你的，我只是担心小新会有……我怎么会害他呢？我不是说过要帮你们的？可是什么？刚才要不是有我，他今晚可能要饿着肚子没饭吃了。三姐，你碰见小新了，他怎么会饿肚子的？上次我问他，他说他还有钱的。你这个人呢，就是没有用脑袋。如果他有钱的话，他肚子怎么会饿得咕咕叫呢？沾几口啊，就把一盘河粉就给吃光了。那他现在怎样了？至少不会饿着肚子啊。我也问过他需不需要钱，可是他没要。他总是这样，我常常问他需不需要钱，他都不要。三姐啊，你对他真好。其实我是很想帮你们的，不过既然你们不相信我，你们以后的事情我就少管了。三姐不要这样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不瞒你就是了。哼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们是怎么见面的？我们约好每个星期一、3、5在荷兰村的巷尾楼梯口见面。如果他等不到我，就是我不能出门；如果我等不到他，就是他被警察捉了。就是这样。好吧，那我看看以后再怎么帮他。谢谢三姐。我的高标还可以吧？很有水准。平时我喝咖啡只要开一包3合1就可以了，今天碰到你这个咖啡大王，我这个咖啡袋啊才有机会重出江湖。那真是我的荣幸。婉婉，真的要谢谢你啊！谢我什么？只不过是一杯咖啡吗？我不是指咖啡，我能感觉得到，我逐渐的在进步了。是啊，我也感觉得到嘞。那些妹妹哦都没有发现到你的问题耶。我想，也许这里真的给我一种家的感觉。那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谈笑，一起聊天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好。所以我要谢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走进你们的家庭。谢我什么？只要你以后常常来我家帮忙下厨啦。那当然没问题。不过雨杰只给我3个月的时间。什么3个月时间？
他要在3个月内把你的体重降15公斤，还有胆固醇、血压都要维持在安全的水平。是吗？不过我跟他说，你肯定没问题，因为没有监督，你都能自发在短短的几天内减了3公斤，对吗？婉婉，你的记录簿呢？给我看看。什么记录簿？量体重的记录簿啊！我不是说叫你每天把体重记录下来的吗？哦，你是说那个？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照做。有，我有记得。你等一下啊。 17号83公斤，20号80公斤，25号80公斤，很好啊。哎，后面怎么没记录啊？哦，我这几天很忙啊，我没有记哦。哦，那现在量量看吧，我相信会更有进步了。现在量？不要啦，刚刚吃饱而已，一定很重的。没关系。 你的量体重机呢？体重机哦，在后面，我帮你拿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那天喝了3碗羊肉汤，今天早上又忘了吃那么多面包，肥肉都长出来了啦，一定增加了。婉婉，来，那我调好了啊。哎，来，站上去。83公斤啊！我只不过是喝了3碗羊肉汤而已吗？我再量量看，会不会不准的？诺文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喝就喝了3碗羊肉汤。 也不知道自己一下子就吃了6片面包。你生气了？生气？怎么会呢？我是在想，我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你？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恼？也没什么了，我只是担心店里的生意哦。你不用担心，店里的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的。 婉婉，以后你试一试控制自己。如果3餐时间之外，你觉得肚子饿，你可以喝水或者吃一片全麦饼干。我知道了，他真好，一点都不怪我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不会再失败了。好。这次大选受到大家关注的是，究竟执政党能够夺到多少席位？ 得到8%率会不会比上一次来得高呢？在这个计票中心，我们来玩大富翁，每个人拿5块钱下注，猜姐夫呢这次能赢得多少票，票数最接近的人呢就可以赢取所有的现金。好，姐夫走咖啡店的路线，一边喝咖啡一边大骂政府，我看能得到一些咖啡店顽固分子和德式司机的支持。 这一区有18000个选民，得2000张票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好，我买2000张。最后决定2000。好，洋洋买2000张，大姐呢？2000啊，想就有啊，他有500张已经偷笑了。那大姐买500张，钱拿来。多少钱啊？ 哎呦，我知道你把它藏在哪里了，这里啊！哇，大姐像50块啊！肉肉啊，你呢？我啊，2000张太多，500张又太少，就1000张吧。1000张啊，下注啊！心欠什么啊？嘿，吝啬鬼！二姐你呢？哎呀，二姐不用说了，一定支持自己老公，我帮你买。你买3000张，我呢？ 我看800张吧，啊，晶晶，你下最后一注吧。200张哦。好，200张，有可能。你是不是不支持姐夫啊？
不是啦，我听说姐夫的对手很强吗？有200个人支持他，已经很好了。就好像我读书的时候，每次考最后1名，怎么跟考第1名的比呢？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我能不能修改一下？2张太多了。喂，你刚才说最后决定了，不能更改啦。为什么？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在访问姐夫啊。我有信心会在今晚取得胜利，因为这几天我每到一个地方，居民们他们都很热情的跟我握手，而且还说会支持我。我估计我会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票，我田大华呢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切！好，田大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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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，成绩出来了。独立候选人田大华得票率206张。有没有搞错？才200张，那些咖啡店的反对派和德式司机都跑去哪里？他们的都投给了执政党了，然后继续喝咖啡下德式，继续骂执政党喽。真的是给我说中了，看啊，他的13000块钱的保证金都泡汤了。那是不是我赢了？是啊，莫晶晶，你是100万大赢家，谢谢大家。都是你呀，搞什么大富翁？你看二姐一定会很伤心的。喂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第一个下注人可是你呀！行了，你们不要闹了啦，静静啊。不用想那么多了，也不用难过的。搭死了这条心路以后，就不用异想天开了。我不是难过，我是难受了。你每天一大清早去开店，赚的每1块钱都是辛苦钱。可是你看他，哎呀，算了，这13000块钱，我早就已经预了备充公了。如果这点钱能够让你老公回头，好好的跟你去做生意，那还算是值得的。如果这一次啊，他的心还定不下来，我不会再原谅他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去接手那间YY茶店？明天。让他知道是你跟阿豪合作吗？我没有跟他这样说，我跟他说是阿豪把店便宜的顶给我。哼，我看这也不是办法来的，万一让他知道，他又不知道怎么闹了。哎呀，你明天去问阿豪，看顶下那间店需要多少钱，我这里2、3万还是有的。姐啊，我不可以再拿你的钱的，反正我跟阿豪是光明正大的，他要怎么闹就给他怎么闹咯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放得下，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